想象一下哦，有一个年营收破亿，而且长期主打这种爱台湾形象的国民网红家庭，突然之间面临超过30个日本品牌指控他们抄袭。哇，30个品牌，这数量真的很惊人哎。对啊，而且不止这样哦，连环保局都勒令他们的商品下架，还有那个合作的连锁超商直接紧急把他们的联名福箱丢到退货区，甚至还跟店里的垃圾堆放在一起。哎，这在商业上真的是毁灭级的完美风暴了。没错，那你以为遇到这种状况，他们会立刻就是召开记者会，然后拉出长桌鞠躬道歉吗？按照传统企业的公关危机处理，这绝对是第一时间必须要做的损害控制啦。就是你先把血煮住嘛，才能谈后续。结果并没有哎，他们在神隐了好多天之后，先是发布了一封充满温情的叫做给小哈比的一封信。对，那封信当时引起很大的讨论。然后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在8月4号这天，他们竟然推出了一集全新的 podcast 节目，找来老战友大聊婆媳问题，还有什么3代同堂。结果在节目最后还语重心长地呼吁大家不能逃避责任，不能逃避责任。对，然后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就可以逢凶化吉，迎刃而解。这听起来真的是超级讽刺的。对啊，你自己神隐，然后叫听众勇于面对。所以我们今天这趟深度解析，就是要带大家来好好拆解这一波操作。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看表面的八卦，我们要带你探讨的是，当一个创作者的人设跟真实世界的商业合规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这套被叫做无视化的公关策略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没错，那我们就先退一步来看，这场风暴到底是怎么成型的？大家都知道嘛，二伯创立的这个品牌 Ha Baby 一开始是主打高品质的亲子品牌，而且是100% MIT 台湾制造。对，他们粉丝的粘着度真的超级高诶，我看到资料说他们有分4个阶级的会员，最高阶的 VIP 一年消费竟然要达到12万台币耶！12万的话塞，这吸金能力非常惊人诶，这早就不是一般的网红带货了吧？当然不是啊，年营收破亿的规模，这其实是一间实打实的中大型电商企业了。但问题的根源，往往也就埋在这里。怎么说？是因为扩张太快吗？对。当你的商业体量膨胀的这么快，可是你的内部管理还有合规标准，却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或是网红分享的那个层次，这中间的落差就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所以这颗炸弹在6月底的时候就第一次引爆了。他们办了一场路跑活动，那个报名费其实不便宜哦，高达1480到1780元。以路跑来说算是偏高的。对啊，结果始终粉丝拿多赠品，那个抱枕毯，一看标签上居然大拉拉的写着中国深圳制造。这对主打 MIT 的品牌来说真的是很伤。没错，然后二伯随后的解释是说，因为大型活动数量庞大，所以这是全球采购的考量。我在看这段资料的时候就在想，这不只是一个标签贴错的问题吧？确实不是。这里我们必须点出一个网红品牌很常见的结构性弱点，就是贴牌跟快速扩张。贴牌？你是说他们直接拿别人工厂的东西来卖吗？就是很多网红品牌为了快速变现，会高度依赖代工厂。当他们用全球采购这种看似很宏观的商业修辞来掩饰产地标示的落差的时候，其实伤害的是品牌最核心的资产，也就是信任溢价。信任溢价这个词用得很精准，因为粉丝愿意花快2000块去报名，买的根本不是那条毯子的制造成本呢。对。他们买的是对这个国民网红的信任跟情感投射，所以当这层信任被戳破，那个反噬的力道就来了嘛。到了7月初，事情直接从产地争议升级成了抄袭风暴。没错，网友的力量真的很可怕啊。真的，网友在 Threads 还有 Dcard 上面，简直像办案一样疯狂比对，发现他们家的服饰跟居家用品跟日本知名的 SoSo 啊，还有 Marcus 高度相似。甚至还有网友架设了一个叫撞脸全记录的网站，对不对？对，直接列出了46件商品，涉及32个品牌，这惊动了日本原厂。SoSo 跨海回应说已经关注了，会交由法务处理。
其实从单一消费者的抱怨演变成社群网络上这种系统性的建档比对的时候，这显示出大众舆论的愤怒已经结构化了。这不再是个别黑粉的攻击哦，这是一场针对商业诚信的集体审查。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产地问题、智慧财产权争议，再加上违反行政法规，这根本是连环车祸吧？完全是，这也凸显了粉丝情感溢价跟现代商业法规之间的剧烈碰撞。碰撞？你的意思是，大家对网红的标准比较不一样吗？应该说，网红出包，大家感觉到的不是这家公司产品有瑕疵，而是你背叛了我的支持。传统企业出包，消费者是拿着消保法去检视，但网红出包，粉丝是拿着放大镜在检视你的道德瑕疵。说到道德瑕疵，我们就必须聊聊他们在7月28号发布的那篇给小哈比的一封信。这篇声明原本应该是要来灭火的，对不对？正常的逻辑是这样，没错。结果看完我只有一个感觉，这根本是在提油救火啊！声明里面他们道了歉，也宣布下架争议商品，但最扯的是，他们把抄袭的疑虑归咎于过去在快速开发的过程中未能完整保留设计与制作记录。这句话在我们公关界和法律界看来是非常刻意的一步棋。可是这逻辑完全说不通啊，因为网友马上就抓包，他们品牌总监在半个月前7月15号的时候，才刚在 VIP 粉丝群组里面信誓旦旦地说，从企划设计打样到生产，每个阶段都留有对应的作业时程记录。对，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这简直是薛定谔的设计图啊！总监说有留，老板娘发声明说没有。你心里一定会想，为什么他们宁愿承认自己公司内部管理烂到爆，把设计图弄丢了，也不愿意把原稿拿出来直接打脸酸民呢？因为这是一个经过精算的技术性避罪策略。技术性避罪，这怎么说？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内部管理混乱的傻瓜，对一家年收破亿的公司有什么好处？你想想看哦，如果他们承认手边有完整的设计记录，面对外界排山倒海的质疑，还有日本原厂的法务压力，他们就必须交出这些原稿供大众比对。交出来就一翻两瞪眼了。没错，一旦交出来，到底有没有直接拿别人的图样来改，修改的幅度有多少，在法庭上清清楚楚。所以宣称没留记录，其实是为了建一道防火墙。完全正确。在公关上，这确实很难看，这点他们一定也知道。但在潜在的智慧财产权诉讼中，这直接阻断了外界要求核对原稿的这条路。哇，所以当面临品牌诚信跟潜在的法律刑责2选1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法律防御。对，这份声明很明显显示出他们的优先考量。这招真的很绝。不过，网络时代最可怕的就是，你以为你建了防火墙，把你现在的图藏起来了，但你过去发过的文、拍过的影片，早就把你出卖了。小朋友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什么时候联名啊？哈哈 baby 要联名一波了啊。你的裤子，打八折。对，要了吧？好可爱，我都想要。你自己出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数位足迹嘛。对，这场风暴里面最戏剧性的就是他们自己过去的言行全部变成了攻击自己的超级回力镖。在著作权法的实务上，要构成侵权，其实有2个核心要件：第一是接触，第2是实质相似。关于这个接触，真的太像喜剧电影了啦！网友去翻出他们2023年去日本的 Vlog， 影片里面他们亲自走进了 SOUSO 的门市哦。对，这段影片现在被疯传。二伯看着人家的花布说好可爱，结果蔡阿嘎甚至在旁边直接回了一句：“你自己出就好了。”这简直是自己拍下了呈堂证供啊！是的，在法律上，你现在就不能再变成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日本品牌的设计，我们只是英雄所见略同。对啊，影片都有了。没错，这段公开的影像记录为接触这个要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除了法律上的回力镖，其实还有态度的回力镖。今年5月的时候，蔡阿嘎才刚在 Podcast 上面义正辞严地教导听众说，做错事就该负责，不要逃避。这听起来真的蛮讽刺的。结果现在自己品牌出事，选择用文字声明神隐，
这真的是数位足迹就像刺青一样，当年觉得很酷的发言，现在要洗掉可是会脱一层皮的。而且更瞎的是那个命理师的神预言跟各自外泄的案外案。这个细节我觉得非常值得探讨，因为它反映了网红产业的另一种粗糙跟不专业。真的，争议爆发前1个月，命理师简少年在他们的节目里非常精准的预言说，7月物流国外业务会出事。这预言真的超准。但重点不是预言准不准，重点是二伯在那个节目里，为了让命理师算命，竟然毫无防备地对着麦克风，把品牌总监的完整出生年月日全部念出来。哇，这在一般企业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哎。对啊，这不止应验了预言，还直接踩了泄露员工个资的红线。我真的很惊讶，一间营收破亿的公司，在录制节目的当下或是后制剪辑的时候，竟然没有半个人意识到这有法律问题吗？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当个人生活分享跟企业营运的界限没有被明确划分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致命的盲点。界限模糊真的很危险。对，因为传统企业没有这么庞大的个人化历史语料库嘛，大众只能检视企业的新闻稿或是产品。但网红品牌的建立，正是基于这些日积月累的真实生活记录。就是粉丝天天看你的生活起居。没错，当你过去用来吸粉的日常对话，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被重新放大检视，那种人设崩塌的力道是毁灭性的。真的，这也带我们来到了今天最核心也最让人匪夷所思的转折点。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继续低调，或者是准备一个非常严肃的道歉说明的时候，8月4号，他们的节目竟然更新了，而这正是这套无视化公关策略的最高潮。那集叫做《婚姻相谈室》第4集，找来了草创时期的老战友常静人回归，面对外面铺天盖地的抄袭指控、退费争议，这集节目里他们对争议竟然只字为提，完全没有解释，对吧？完全没有。蔡阿嘎在开头甚至用超级轻松的语气说：“哎呦，好久不见，算是患难见真情，休息一下没问题，大家都过得很好，没问题。”这种把严重的法律跟诚信危机轻描淡写地包装成一场需要休息的磨难，这是非常刻意的定调哦。这到底是什么神级操作啊？这在公关学上其实是一种深度的议题替代，还有情感对冲。情感对冲，这可以再深入解释一下吗？因为听众可能会觉得，你家厨房都烧起来了，邻居拿着灭火器在门口敲门，结果你坐在客厅沙发上，悠哉地跟大家聊婆媳同住的奇迹，还聊老公怎么对女儿秀秘密。这到底是什么逻辑？会有人买单吗？其实会买单的，正是他们最核心的粉丝，这就是情感对冲的奥妙之处啦。只针对同温层操作的意思吗？对，网红跟粉丝之间建立的是一种拟社会关系，粉丝对他们的喜爱是建立在长期的情感陪伴上，而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易。所以粉丝觉得自己是他们的朋友，甚至是家人。没错，所以当面临商业危机的时候，他们选择召唤藏镜人这个充满回忆杀的元老级任务，然后大聊家庭温馨、女性自主，比如二宝跟着妈妈姓这种感人的故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用“你看，我们还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庭”这种正面的情感，去覆盖掉你们公司涉嫌抄袭还推卸责任的这个负面事实。完全正确，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要说服大众和法律真的太难了，所以他们放弃了对外沟通，直接退回到最安全的同温层里面。哇，这招对铁粉来说可能真的有用诶。是的，在核心粉丝圈内，这种策略是有效的。粉丝会觉得，哦，你们受委屈了，我依然支持你们。但是这种策略的代价也非常非常巨大。因为对圈外的广大公众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极度的傲慢跟操弄啊。绝对是。大众看到的是你在面对商业责任的时候选择逃避，却躲在同温层里面用温情包装自己，这会彻底激怒一般的消费者。因为一般人的预期是交易的诚信，不是听你聊家庭的温馨啊。没错。而且最荒谬的是，节目的最后，他们竟然还送给听众一句毒鸡汤，说面对婚姻与生活的问题，要勇于面对。这句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真的是超级讽刺诶。自己面对30几个品牌的抄袭指控，选择神隐，说找不到设计图，
然后转头叫听众要勇敢，这认知失调的程度真的是太惊人了。这正是整套公关操作里面最矛盾的地方了。他们试图用私人的情感故事去掩盖商业合规的巨大漏洞，这或许能暂时安抚死忠粉丝啦，但长远来看，它透支的绝对是品牌在广大大众市场中的信用额度。真的，而且信用破产是很难救回来的。当然，我们在这边也要清楚说明哦，我们今天的探讨绝对不选边站，也不针对任何政治或个人立场背书，我们就是纯粹就客观的事件轨迹跟手边的资料来分析这套公关策略的得与失。没错，其实总结这一切，这不仅仅是一场 Hey Hey Baby 单一品牌的危机，它更像是给所有创作者敲响了一记警钟。一堂震撼教育。对，当你享受了人设带来的巨大商业红利，让粉丝心甘情愿掏钱买单的时候，你就不能再用我只是一个分享生活的网红这种借口来逃避商业社会的检视了。没错，原创性、合规性、诚信，这些都是你开公司就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也带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的终极问题哦。在这个网红及品牌的时代，当创作者的私人生活本身就是他们最大的商业产品的时候，未来的消费者还有可能将对网红的喜爱跟对商品品质的要求真正剥离开来吗？哇，这个问题很犀利耶。是啊，这个界限是不是早就已经彻底消失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在盲目消费前好好停下来思考的问题。真的非常值得思考。这就像是，如果有一间餐厅爆发了严重的食安危机，结果老板不出来说明那个食材来源，反而开直播跟你分享他跟阿嬷的感人故事，最后还叫大家要勇敢面对生活，那你还敢继续吃这家餐厅吗？这比喻非常生动，我想多数人的答案应该很明显。对的啊，所以听完我们今天的解析，你觉得这种无视化的温情付出策略对你来说有用吗？还是说越听越觉得自己被当成韭菜了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真实看法，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下次见。